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一个来自于我们的小七给大伙表演的一个2024年全新的速通记录啊。那这个速通记录呢，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风云再起的速通，它是要打一个4键的啊，而且呢速度还非常的快啊，已经可以拼速通记录了啊。当然呢，这是诸葛亮啊。那诸葛亮的话呢，这个角色可能并没有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强。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啊。这个角色呢，可能是没有白张飞稳，也没有这个陆逊的上限高。之前我是给大家伙解说啊，你看这个陆逊 TAS 的话，都是14分钟50秒就能通关，甚至有人截图说48秒就通了啊。这个当然呢 ，TAS 呢是一个关键点，它能拔高上限。诸葛亮这个角色的上限怎么样呢？也是照样狠啊，因为他呢作为一个这个魔法攻击啊，其实不是纯物理啊，这个物理的攻击啊，伤害确实很低，尤其是前期啊，所以说对于诸葛亮来讲，前期的细节呢处理的好才是真的好，后期呢基本上就是全靠套路。但人脑的话呢，相反，我觉得在速通这一块呢，白张飞以稳著称。如果说是打比赛或者说是现场表演，白张飞肯定是稳嘛，对吧？但是诸葛亮和陆逊呢，就有的时候会打出爆，反而会观赏度特别高。那这个4键的话呢，咱们看看啊，如果说是4键的话，那有一个4键的专属伤害也会变得非常的给力。让我们看一下啊，接下来他的三国战记之旅啊是怎么在20冒头分钟就能够快速速通的啊。好，打了一个小8连，他并没有打满，他想起身啊，他想压起身啊。这个压起身并不是大伙想的那个样子啊，起身的话对方不反。然后好的，再打1-2转身前锁1-2-3，一拉再一个下潜。这个9连呢，就是官方连招啊。这个连招的话呢，是比较实在的。第一关的 BOSS 也可以追地，但是意义不大。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套招应该是正好可以。主要是这个前期伤害太低了，这要是白张飞或者是陆逊，那基本上啊，这个几套就给打死了啊。像他这种呢，还要这个找机会。不过他这个连招也挺好啊，毕竟呢上来呢，咱们的默认宝物呢是有一个神仙笔啊，跟陆逊一样啊，先把这个第一个地图的小兵先清一下。然后呢，刚才 BOSS 这个地方大家伙也看得很清楚啊，要撞一个傀儡妈妈啊。这个很多人问啊，不撞傀儡娃娃会有什么啊？对吧？有好多道具啊，你拿不到啊，哈哈，对不对啊？小傀儡 ，OK， 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上来呢，直接就是进洞的这个路子啊。我们都了解啊，类风云再起呢，并不是我狼擅长解说的这个领域，有很多地方呢，我狼呢也是一知半解，都算是有点夸我了啊。但是不要紧，其实游戏这种游戏解说这一块啊，我跟大家伙讲啊，有大多数啊这个大多数的游戏可能都是慢慢去了解。你像这些大神之所以玩得好，除了他本身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之下呢，再就是对游戏的特别深的理解啊，有很多像我这种全科的解说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是没有那些大神或者说了解这个系统的这个玩法的大神呢，更实在一点。当然这一点呢，我也不可否认啊。其实，在吹牛逼这一块呢，我狼可专业了，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光这一个黑豹，我就给你扯出来到它公豹子还是母豹子。刚才那个最后被打死那个豹子有双眼皮儿，我告诉你，左单右双啊。我是你不信切回去看一下啊。还有这个蝎子，你看这个蝎子，你觉得这个蝎子是公是母的？我告诉你，这个蝎子是公的是母的，你得看它死，哎，它死之后，哎，它一翻过来，上面有一个小揪揪，看没看见啊？这是公蝎子啊。还有那个，你看那个大金黄那个蝎子是什么啊？我告诉你是母蝎子啊，这个母豹子。其实这都是纯扯啊。我狼在这一块跟大家伙讲，人脑啊，速通呢，它有一个点就是。打 BOSS 其实并不是他们主攻的地方。第一呢是他的方案，他方案的套路啊，要走这个路线，走那个路线啊，走哪个可能不太一样，对吧？啊，都要考虑。但是呢，这个如果说是按照这个他们现场发挥人脑的话，相反啊，打小兵才是最难的点。小兵虽然说在每一个地图都能，对吧？都能预判他从哪个地方跳起来，但是你怎么撇道具给他秒掉？比如说像铁莲花，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全都秒掉嘛啊。OK， 上来就是一个鱼鳞1，然后进入到了这个火箭密室，赶紧拿到火箭就出。火箭的话啊，你要调好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他就没弄好，不过剩下一个兵啊无所谓的啊，剩下这一个兵的话呢，这个 BOSS 他就会出，如果要剩2个兵就没有。好，一个小金猪起手没成，不过还好，一拉再打1点。
你可以看到这2套招啊，打9连才打了这么一点血，还有一个道具起手。好，最后一点接血杀，补一点伤害。我们看看，很多人说为什么不用这个火箭打最后一点啊？这个有点难啊。人脑的话还是偏稳一点。有很多人都知道，连的最后一点呢，4招1式最后1式的时候用属性剑，它的伤害会非常的高的啊。好，可以看到这个连续的撇这个小道具都是打空，哎，又是打对方起跳的空中，所以说很难受。好，跳 A， 最后一套他必死。不用道具起手也行，但是他还是选择道具起手。好，最后血杀，伤害不用补啊，就是打9连也是照样死，最后补血杀，赶紧死了得了啊。OK， 看看有没有人脑的蝎子过江，但是应该没有这个想法啊，看得出来，哎，不专业。那我们的小七啊，这个大神啊，确实不太，我说不专业啊，那纯属是扯犊子啊。我觉得是啥呢？我觉得啊，他就是纯的傻懒子啊，就是说，蝎子窜裆。这个蝎子窜裆，这个跟蝎子过江啊，我个人感，很多人说啊，这个叫猛龙过江啊。我觉得这个猛龙过江跟这个蝎子过啊，不是猛龙过江，猛龙穿裆和这个蝎子过江啊，完全比不了，还得是蝎子过江经典啊。主要就是很多人都习惯了那个定军斩夏侯那个地图，而不是这个毒气密室的这个地图啊，这就显得比较嘚儿了啊。好，血杀。血杀是偏稳一点的，你预判他什么时候出来，然后呢提前血杀。诸葛亮的血杀呢速度非常快啊，它是有延时效果啊，但是说这个其他角色呢就只能说是瞬发的啊。比如说马超呢纯瞬发，马超是纯顺发。像关羽和赵云虽然说也是顺发，但时间还稍微慢一点点，从左到右抡一下。张飞也是顺发，张飞就是呀啊，反正比较嘚儿。好，雷霆万钧。这个选择用这个必杀啊打是比较实在的啊，因为你用火箭呢要打好几连才能打死，用普通剑呢连招还不好连，还要浪费时间，所以说用必杀啊是最实在的，而且这个必杀的用处也不是特别大。好的，把这个地图都拖出来之后，小金猪先把兵打掉，然后把上方一拆，这边呢夏侯惇一出，然后卡住2个铁甲兵。哎，铁甲兵呢？在这儿啊，我以为没有啊。好，你看都已经9级了啊，这个还差一点点就升到10级，这个伤害还是偏低。这个前期啊，这个诸葛亮的伤害啊，那跟张飞、陆逊啊什么的，真的是真心比不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呢，你赵云虽然说也是武将，但赵云的连招啊，他其实大开大合的，但是他速度慢，反而呢有的时候呢，他也伤害也对吧？他如果按照这个 DPS 来算啊，就是输出来算啊，还是不是那么稳啊。OK， 啊，也不能叫不是那么稳，是稳，但是这个 DPS 不快啊，就是时间每秒钟输出的这个伤害有点不太乐观。好，直接连死，可以看到啊，这个要打很多套啊才能把这些 BOSS 打死啊。个人感觉呢，还是作为一个武将啊，确实有点。这作为一个这个文将啊，确实设计的非常实在，因为这里面也并没有这个庞统，有庞统的话也是军师级别啊，我估计伤害也是不咋给力。但是呢，他的技能就特别狠，再加上咱们三国战记有这个属性剑的加成啊，这要是再配上4剑，那诸葛亮的伤害就不用多说，而且每一个 BOSS 啊都有这个被克制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像这个很多人都了解啊，119的话啊就比较实在了啊，比如说夏侯惇怕火箭啊，这个吕布、左慈怕火箭啊，冰剑的话呢就是那些用火的，像黄盖、像沙摩柯啊，对吧？啊，这都是怕这个啊。OK， 可以看到这8连，这个伤害就很乐观了啊。2唰乒啪，好的，前前错啊。这个8连可比那个9连实在多了啊。好，卡住兵很好。哎，这个位置，你看他一直在防的话就很难受，搓了好几连，又把这个。招安状搓出来了，招安状也是神器啊，很多人都了解啊，用招安状去秒杀这个各种各样的 BOSS， 比如说用吕蒙的变身令，然后招安状，然后吕蒙变身，直接秒谁呢？直接秒这个司马懿啊，对吧？ OK， 可以看到啊，还是单挑能力啊，还是蛮强的。因为诸葛亮呢，这个第一点普通攻击啊，他起手或者前 A 的起手呢，判定非常高，在某种意义上呢，机动性很强，伤害就是偏低一点。而张飞的牛逼之处啊，就是说他普攻的距离非常远，那真的是一寸长一寸强。而陆逊呢也一样的啊，陆逊的这个攻击也是比较实在。
相反呢，普通攻击起手比较弱的，你像这个赵云，对吧？他前期 A 还好啊，你普通攻击用这个枪霸去打，还有这个马超用手去打，那就更嘚儿了。OK， 小孩说一直理解不了啊，类风云再起的版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hurry up 啊？明明还有50多秒啊，必须要给你个 hurry up 啊！这个地方可能是设计的时候有一定的问题。OK， 看看这边捡起来毒镖，然后小兔子啊，该吃血吃血，有的时候血杀确实能够让咱们提升清兵的速度。而且血杀作为最后一点，对血杀也能配合这个属性键的啊。好 ，OK， 直接出图，一出图一进来啊，可以看到地下一堆蛇，然后他赶紧把那个驯兽兵给打掉了。那个兵也是三国战记的未解之谜之一啊，为什么他会给咱们补给，然后呢还能被咱们打，还能打咱们，我理解不了了啊。好，这个咽炎又是犯了啊！有的时候感觉说着说着啊，真的是变老了。以前都是小狼解说，以后赶紧叫老狼吧，叫老狼比较实在一些。好，这里面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大家伙说，哎，那既然那个说4剑，那冰剑怎么没有了呢？哎，这里跟大家伙说，冰剑啊，就是在这个在这一个关卡啊，大家伙了解，在吕蒙那个地方呢，去疯狂的前 A 吕蒙，这样的话呢，吕蒙呢就会给你一把叫做冰剑的东西。而这个电剑呢，很多人说，那走了这一关就没有火烧连营了。没有火烧连营怎么办？我们就没有这个吕布了，是不是啊？没有吕布的话，就没有干将剑了啊。这就是对这个《三国战记119》的这个特点啊，这个理解的比较深，然后感觉这个风云再起不行。你可以看到啊，前面的几点伤害跟挠痒痒一样，最后这个火箭2下那个伤害，你们看一下，哎，他还是要撞。我们看看金匮要掠，压起身，他不会反击啊。如果这么打，刷刷，哎。这个伤害啊，属性剑伤害对貂蝉啊本身就高，再加上4招一式的最后前线锁的包括 A 那一下的最后一式 ，OK， 召安状吃不了啊，咱们身上有一本。好，进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直接先放一个盾书，然后太平要术把所有的这个鹰全打掉，然后会刷新一个神秘嘉宾。有貂蝉之后会有什么神秘嘉宾？大家伙了解吗？很多人都了解啊。这个如果是貂蝉的话，肯定是要配这个。赵云啊，子龙哥哥啊，纵使天各一方，小蝉依然。我尼玛，这绝对是啊，这绝对是有点他妈欺负吕布啊！说，哎，这个伤害可以看到最后一点打出伤害带锁，漂亮，预判的非常准确啊，知道这个吕布要练这一招。好，可以看到还有和氏璧，再加上干将剑，这样的话，突然在这一个关卡里面，直接就刷新2把剑出来啊，有这个火箭。本身有火箭在身，然后呢一把电剑，然后一会儿再撞一把冰剑，有这个和氏璧之后呢，咱们就会有这个进这个爆剑的这个密室，也就是太阿剑，4剑到手，天下我有，这个伤害啊就会变得非常的离谱。OK， 可以看到，接下来啊。肯定是要撞的。撞的话呢，也可以选择用这个正常用爆气去撞，也可以选择像其他的用这个援军去打。但是人脑的话，一般来讲就是可以考虑说正常的去打就行，因为你正常的连招啊，你正常的连招也是要前 A 的啊，所以说也无所谓，直接招安撞，然后爆气锁2锁3锁4锁，再打他锁这个不锁满啊。不锁满的话呢，这个对方呢应该就不会反击，起身免费捡一下。好，用自己被冰，然后再免费捡。好，是不是要吃一个金匮要掠？没有，他还起身可以再免费捡一下。好，选择把自己给捡死。这里面很多人说啊，那死命了是不是玩赖了啊？不算玩赖啊，他这个方案呢就是为了速通。这条命呢，他该丢是要丢的啊，该丢是要丢的。好 ，OK， 我们看看。当然，这里面很多人说，那他如果不是这个不是一命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啊。当然，如果你是一命速通，
对吧？就跟摊分似的，你是一命摊分或者一币摊分啊，要说清楚啊。这一点呢，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我在这里面并没有在标题上输出啊，说是一命通关啊。当然那个很多人的速通比赛的时候呢是有考量的，比如说速通比赛就纯纯的让你速通啊，像合金弹头你使劲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你速度快能通关就行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纯一命啊，就是你不能死。这样的话呢，可能比最终的成绩啊肯定是要稍微慢一点，因为没有这个，因为这个方案呢可能就不能用了。像刚才这个兵剑啊，咱们要节省一个你可能就要打得稳一点啊，不费血，或者是你像我刚才用这个什么呢？用这个金匮要略，对吧？用这个补血书啊，用来给自己补给一下，这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它没有用的啊，只是仅仅的是给自己减死，减死了之后呢，咱们自己是有一个这个时间啊，有这么一个这个无敌时间，因为死命这个无敌时间在就不浪费这个时间了啊。OK， 当然这里面呢，这个。也并非说不可以，我觉得他刚才那些血，如果要是不废的话啊，这个应该是可以捡起来，而且也不会死。而且你也知道啊，打死这个吕蒙之后也会给你补血的嘛啊，这个补血会非常多啊，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当然问题在于呢，就是主要的目的呢，并不是想节省这个命，就是为了速度快。实际上这一下就可以理解了。当然现在呢，并没有杜康九。不是杜康九，并没有招安壮了。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啊，用这个张灵剑都是用来清兵的啊。咱们刚才已经用了2个张灵剑了啊。这个清兵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OK， 这样的话4剑在手，天下我有。4剑在手之后呢，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身上已经闪光了。闪光的话，这个伤害就会非常高。而且接下来的 BOSS 呢，孟获呢是怕爆，然后。黄盖是怕冰对，黄盖是怕冰，然后司马懿是怕暴剑。暴剑呢，其实怕的不是特别多。当然呢，坊间咱们都有一句话，如果这个 BOSS 他不怕任何的属性，那你就用爆属性啊。好，可以看到这单秒，这是正儿八经单秒啊，这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这个单秒那可真的是快啊。这一出来一套绕就给秒了，而且他根本就没有用到所谓的什么组合型秒杀，就是纯单秒啊，这确实厉害。好，可以看到。这里面很多人说秒杀还用得着兵剑吗？我直接一个太平清领2下他就死。来，再点一下，好，再接，漂亮，嘿。很多人说他为什么在第一时间的他第一时间的鱼打中了之后呢，然后呢，BOSS 起身没有第二时间再被鱼打一下，他等到最后一点判定的时候再去点这个点击的话呢，就会出现这个在最后卡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再点到第2点伤害，点到第2点伤害，正好咱们的施法时间也结束了，直接就跟过去啊，接上一个爆气的这么一个特殊技。这样的话呢，直接就形成了一个单秒啊，这也不叫单秒吧，因为对方起身了啊，不算单秒，但是胜似单秒，这个速度非常快。当然了，很多人说如果用兵剑去打行不行呢？也可以啊，也可以，兵剑的话也可以的啊。但这里面设计的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太平清领这个打这个黄盖伤害这么高啊？这个可能有设计有说法，还设计的不够完美。好，这个魏文帝曹丕。这个咱们可以看到啊，也是选择了正常的招式起手，然后最后呢接属性剑的这么一个路子。OK， 当然呢，咱们没有办法去进这个雷道啊，选择正常去走。这样的话呢是选择非常稳的，用铁莲花加血杀，然后呢搞掉。血杀是最稳的啊。好，这里面用干将剑。直接过图，很多人都在等这3个骑兵，然后冲完了之后把它给清掉，然后直接进到那个船舱的这个密室，或者不进先打 BOSS 啊，或者打到 BOSS 打一半再进密室也可以的啊。但是呢，这个风云再起和119不一样，咱们直接来到了魏延逃跑路不能叫魏延逃跑路线，应该叫做这个魏延谋反啊，魏延谋反路子啊，蜀中无大将，丞相自己上。这个魏延的话呢，非常的害怕电，因为身上金属比较多啊。金属多的 BOSS 是怕电的，比如说骑马的或者是魏延。OK， 可以看到一个铁莲花先一清，直接铁莲花接这个爆气的前锁，在血杀的最后一式啊。好，下蹲 A 前锁，提前血杀，再前锁，漂亮。提前血杀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输出空间打满，就是说
在最后一点血杀判定的时候呢，压对方起身，然后呢爆气显眼锁的话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出雷电的伤害属性，而是选择了这个，对吧？这个打连段，因为你知道啊，这打连段的话，它每一点都是雷电的伤害，那这个伤害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那可是爆伤啊，对吧？相信大家伙119也见过这个诸葛亮单秒的啊。当然，事实上呢，也可以考虑说，每一个如果你要无限保的话，如果都可以招安状啊，也可以考虑。每一个人都可以让诸葛亮单秒的啊，当然你必须要有属性键，比如他怕什么，你就要给什么的啊，而且有的时候还需要用普通键去衔接才比较靠谱，尤其是起手的时候，对吧？你不能光起手的时候飞轮，然后下蹲 A， 对吧？也可以啊，当然也可以的啊。风云再起的话呢，可能打连段的伤害比较多，尤其是打完连段最后的几下，可以看到这是打满了一个连段，这个爆属性伤害，这可打了他总血量的1半左右啊，前1、2、3。拼拼，好的，果然是1半左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可以看到这个，诸葛亮一旦有了4件，再加上这个属性伤害，那他就今非昔比了，不是前面4关啊，前面三关可以碰瓷儿的了啊！确实是啊，有火箭了本身就已经很厉害了啊，这个再加上4件的加成，那真是曹操的话可以用什么剑去克，兄弟们，很多人该怎么猜？也可以选择用这个援军令去打。他选择了用正常的方式，属性键可以看到没有用啊，选择了正常的用这个普通键起手，最后的血杀来补伤害啊。用血杀的话，伤害是比其他的招式要高的啊。好，再血杀，当然呢，这样的话打4套应该未必能打死。2、3，再打啊，你可以看到啊，何止是未必啊，根本不够，而且还被撩红了，这样的话浪费了点时间。金珠，然后用下蹲 A 打连段。可以看到啊，因为没有小兵的干扰啊，咱们是普通难度啊，所以说呢，用了22分钟多一奶奶，应该说不算是多一奶奶啊，它这个前面还有这个时间，还有这个序幕的时间，所以用了21分钟多啊，我们的记录呢用了21分钟43秒。这是准确来说，我们这个记录是21分43秒啊，比这个其他正版的风云再起的张飞的记录还要快。当然呢，它是逐鹿中原啊，而这个原版的风云再起和逐鹿中原啊还不一样嘛，对吧？所以说跟大伙要区分一下啊。但是大体上来讲，95%相似。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小七给大伙做的表演，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继续支持我郎解说，多多关注、转发、评论、点赞来支持我郎，我们就下期再见吧。